在一个温暖的夏日黄昏，亚特兰大一间普通的家庭中，一位将来改变世界的男孩出生了。他是马丁·路德·金。他的故事并不是从他成为全国知名的领袖开始，而是从他那充满爱与信仰的家庭开始的。马丁出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从小就沐浴在宗教和道德的教育中。但是在他的童年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阴影——种族隔离。这个问题不仅影响着他的家庭，也影响着整个社会。他的父亲是一位有影响力的牧师，经常在教堂和社区中提倡平等和正义。在家中，马丁的父母不断地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以及站起来对抗不公正的必要性。尽管面临种族隔离的痛苦现实，但他们教育孩子们要有希望，要为一个更好的未来而努力。在马丁的童年里，他经历了种族歧视的苦楚，这些经历激发了他对平等和正义的渴望。从小他就展现出超越同龄人的成熟和智慧，常常令周围的大人感到惊讶。他在学校里表现出色，但同时也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世界，一个他的色彩决定了他能够获得的机会和待遇的世界。看到这部分的朋友，谢谢你的支持鼓励。我们在 YouTube 社区做了个投票贴，欢迎你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让广大网友看到该有的普世价值观。投票地址置顶在评论区。当马丁·路德·金成长为一名青年时，他的生活和观念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对他后来成为民权运动领袖的道路起着关键作用。马丁进入了莫尔豪斯学院，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黑人大学。在这里，他不仅受到了学术的熏陶，更重要的是，他接触到了关于社会正义和平等的深刻思想。他阅读了甘地的非暴力抗争理论，这对他影响深远。甘地的理念深深地植根于马丁的心中，成为他后来非暴力抗议策略的基石。在学习过程中，马丁展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公共演讲的天赋。他对于种族平等和社会正义的讨论，不仅在课堂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也在校园外引起了共鸣。他开始组织校内的讨论会和辩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参与到关于种族问题的讨论中。此外，马丁在青年时期还经历了一些关键的个人事件，这些事件加深了他对种族不平等的理解。一次，他与一个白人女孩相爱，但由于种族隔阂，这段感情最终不得不结束。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让马丁深刻体会到种族偏见对个人生活的毁灭性影响。后来，马丁继续他的学术旅程，进入波士顿大学深造。在那里，他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科雷塔·斯科特。科雷塔不仅成为了他生活中的伴侣，也成为了他在斗争中的重要伙伴。他们的婚姻不仅是家庭的结合，也是对社会平等和正义斗争的共同承诺。马丁在波士顿的学习和生活经历，使他对社会正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他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社会运动中，特别是那些与非暴力抗议和平等权利相关的活动。他的声望和影响力逐渐在社会各界扩散开来，为他后来成为民权运动领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年岁的增长，马丁·路德·金逐渐从一名充满激情的青年学者转变为美国民权运动的标志性领袖。这一时期，他的生活和事业经历了重大的挑战和成就。马丁的中年生涯最显著的特点是他对民权运动的不懈努力。1955年，他参与组织了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这是一场旨在反抗公共交通系统种族隔离的运动。这次运动成功结束，成为了美国民权运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马丁因其在运动中的卓越领导而名声大噪，被推举为非暴力抗议的代言人。1963年，马丁在华盛顿纪念碑前发表了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演讲。这次演讲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话语充满力量，激励了无数人为平等和自由而斗争。他的这次演讲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演讲之一，深刻地表达了他对一个没有种族隔离、人人平等的社会的渴望。然而，马丁的中老年生活并非一帆风顺，他频繁遭受种族主义者的威胁，甚至多次遭到逮捕。这些困难没有让他退缩，反而更坚定了他继续斗争的决心。
他始终坚持非暴力原则，即使面对最激烈的对抗和最严酷的挑战。1964年，马丁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是对他为推动种族平等和非暴力抗争所做努力的国际认可。这一荣誉不仅提升了他个人的地位，也为整个民权运动带来了更广泛的关注和支持。在他的晚年，马丁的关注点开始扩展到其他社会问题，例如贫困和越战。他认为这些问题与种族不平等有着内在的联系，坚信社会正义是一个全面的概念，不应只局限于种族问题。他发起了贫穷人的运动，呼吁全国关注并解决贫困问题。1968年，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孟菲斯遭暗杀，这是一个悲惨的时刻，标志着一个伟大领袖的生命结束。然而，他的精神和遗产继续影响着世界。他的生活和斗争成为了对抗种族不平等、争取社会正义的象征。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在用心地做视频，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麻烦你点赞和订阅，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谢谢你。马丁·路德·金的一生虽然结束，但他对世界的影响却是永恒的。作为一个先驱，一个改变者，他的精神和成就继续在全球范围内激励着无数人。马丁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美国的民权运动上，在他的带领下，美国民权运动取得了重大进展，包括1964年的民权法案和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的通过。这些法律标志着美国种族平等斗争的重要里程碑，对于结束合法的种族隔离和歧视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的非暴力抗议方法被广泛认为是推动这些变革的关键。全球范围内，马丁的理念和行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生活和工作激励了全世界的人们为自由、平等和正义而斗争。在南非，纳尔逊·曼德拉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中，也受到了马丁理念的启发。在印度，甘地的非暴力抗争原则与马丁的理念相呼应，共同影响着全球对抗不公正和压迫的斗争。马丁对教育和公民意识的提升也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演讲和著作被广泛学习和传播，成为启发人们思考社会正义和平等的重要资源。在学校和大学的课程中，马丁·路德·金的生平和理念是对民权和社会正义重要课题的核心内容。除了具体的政治和社会成就，马丁·路德·金更是成为了一个文化象征。他的名字和形象经常出现在艺术作品中，如电影、音乐和文学，成为对抗不公正和追求更高理想的代名词。他的名言“我有一个梦”成为了全球对自由和平等追求的标志性口号。马丁生命的终结并未结束他的影响力。每年的马丁·路德·金纪念日，人们纪念他的贡献，并反思如何继续他的斗争。这一天不仅仅是对一个人的纪念，更是对一种理念的庆祝，一种关于平等、正义和人类团结的理念。马丁·路德·金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领导力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故事。他的一生证明了，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一个人的信念和行动也能对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他不仅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更是全世界争取自由和平等的象征。